Hello，大家好，我是达海尔。今天这部影片我们要开始在幽影雅坛的全探索。那幽影雅坛地图碎片的位置就在大道十字记号传送点北方一点点的位置，应该还蛮好找的。那幽影雅坛的探索我们会分成上下半区。今天这部影片我会先把上半区幽影雅坛的探索给完成。好，那我们从大道旁十字记号这个传送点出发。那跑图的速度我稍微加快一点点。在出来入口的西侧这边，我们会看到一片湖。在恩西斯城的探索里面，我们从这个湖的西侧走到底，可以捡到魔法剑。在我们出湖的正外面这边会有一个乌头巨人，击倒这个巨人可以获得8级的锻造石9个，并且上面会有一个可以插魔石剑钥匙的传送门装置，大概在地图的这个位置。我们将在恩西斯城里面捡到的魔石剑钥匙插进去之后，就可以开启这里的传送门，这里会通到老虎谷遗迹，算是游戏后期的一个地图。不过我们传送过来的地方只是可以先打这里的一个敌人，这个敌人是神鸟战士，打一下其实还蛮痛的。不过本身血量并不高，击倒他有机会可以获得他的腿甲或者头盔，但也有可能什么都没有掉。其他这边的主要探索就是在湖的西侧可以捡到一个野兽角，然后在湖的最深处北侧的一个遗迹下面可以捡到铜绿圆蝶，效果是随着我们装备重量越重，可以提高越多的防御力。那捡完这个道具，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用传送的离开，回到大道旁的十字记号。这次我们往同样的方向前进，不过不进到湖里面，绕着湖的外围走一圈。就是你会经过一个举着火把的人，在一旁的森林还有可能可以见到黑骑士，最后会找到一个传送点。这里是幽影雅坛西方的传送点，我们接着要去它旁边的巫蛊要塞进行探索。然后等一下探索想打得更轻松，可以装备一个能够射出火箭的弓或者弩。好，那巫蛊要塞的位置其实也蛮隐蔽的，传送点往西侧走一点点，在地图的这个位置会有一个可以跳下去的地方，我们沿着这边边的岩壁连续跳几次下来，就可以来到巫蛊要塞啦。那正前方你会看到很多敌人坐在火药桶旁边，如果你拿出火箭射一下他们的话，火药桶爆炸可以直接解决掉这些敌人。当然一些不在火药桶旁边的，可能还是得亲自下去解决。那这边这些火药桶是只有受到火焰攻击的时候才会爆炸，所以假如说你用的不是火属性的武器或者弓箭的话，这些火药桶是不会爆炸的。我们往前进到前面的塔里，这里墙角躲着一个敌人，可以先把它给解决掉。出来要塞的右侧也会有一个敌人，然后这边有些敌人是会自己丢火药瓶的，所以你要小心不要站在这个火药桶旁边。我们过桥这边可以召唤骨灰，这里会有一个 BOSS 级的敌人黑骑士，然后它攻击模式也蛮特殊的，会用吐舌头来攻击你。第一次看到这么奇怪的。好，那我们击倒这个黑骑士之后，可以获得他的黑铁大盾。从他出来的包里面也会有一个宝箱，里面放着7级的锻造石8颗。巫蛊要塞主要敌人解决之后，我们还进行附近的搜刮。首先在旁边的城墙上面走到底，拿到的尸体可以捡到2级试色锻造石。再来是我们刚刚击倒的黑骑士，东侧这一边会有一个小缝可以跳下去。从这边下去之后，可以沿路爬梯子到最上面，在最上面也会有一个宝箱，里面可以捡到远硬剑护符，效果能够同时提升弓的射击距离跟攻击力，算是目前最好用的弓箭护符。从捡到护符的地方一路往下跳的话，会回到我们刚刚跟黑骑士对战的地方。我们走回桥的对面，那边有一个梯子可以往下爬，在这下面我们会遇到很多的火枪兵，想办法绕过他们的射击去击倒他们。我们在最深处会再找到一个宝箱，里面装着蛇连枷。好，捡完这个道具之后，我们可以直接传送离开，回到幽影雅坛西方的这个传送点。我们接着要去传送点北侧的这个圣战教堂。传送点出来往正北方向走一段距离，骑马可以跳上前方的一块石头堆上，通过这个石头，我们可以来到上面的这个圣战教堂。进到教堂之后，我们会被强迫下马，因为我们在这边会被火焰骑士昆兰给入侵。他之前在塔之阵也入侵过我们一次。再一次击倒这个昆兰之后，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战徽、火焰穿刺以及祈祷厅的钥匙。正前方的雕像还可以捡到幽影树碎片，旁边则可以捡到一个卢恩湾湖。另外在圣战教堂北侧一点点也会有末日之线的吉物虫，这个我们在前一部影片有介绍过了。那圣战教堂的探索结束之后，我们往东来到这边的兵营处，或者你想从大道旁十字记号的传送点往北探索也可以。在进到兵营的门口入的右侧可以捡到一个幽影树碎片，接着我们来挑战中间的这个柳条人。我们刚进到墓地平原的时候挑战过一只，这只跟它差不多，但是多了一些能够放火球的技能。
躲这个火球招式就是要一直跑，不要让它打到你。最后我们击倒它可以获得永恒枯入滴。打败有条人之后，我们继续往北侧的帐篷去探索。然后地图标注的3个蓝光也是我们3个主要捡的道具。首先在正中间环绕着帐篷的地方，这里可以捡到战场神父的制作笔记。从捡到制作笔记的地方出来，我们先从它后面西侧这边上去，来到最上坡处会遇见一个黑骑士，击倒这个黑骑士可以获得黑铁双头剑，大概在地图这个位置。拿完黑铁双头剑之后，我们移入到对面的最上坡去，这边会有很多的调香师敌人，在他们的帐篷里面也可以捡到锻造石。不过重点是出了他们帐篷之后，会有一个在天上飞的粪金龟，拿弓箭射一下这个粪金龟之后追上去击倒它，可以获得战徽、串联、火花香。然后来到这边，我就打算继续往北走，去先开幽影城正门的传送点。然后往前的话，也会导致主线推进、如恩损毁跟魅惑的力量失效。不过对绝大部分除了木耳跟修理业的支线影响不大。在正前方这边的帐篷，我们可以捡到燃如工匠的笔记。捡到笔记的地方，再往东侧走一点点，可以找到2个燃如面具。好，那东西捡完之后，我打算先到最北侧这边的铁门里面坐电梯上去，可以解锁幽影城正门的传送点。那幽影城会是更后面的影片才会完成的探索，这边只是先解锁它的传送点，方便以后快速移动。我们还是传送回大道旁十字记号进行探索。再来，我们往有条人东侧的地方走，可以从大道旁十字记号往东侧这边来到一片森林。过来之后，在地图的这个位置停一下。在这边我们可以捡到一整套的皮革装备，继续往森林东侧走，来到一畔湖旁边，在这边会遇到一只大红熊。这个红熊是毛发动物嘛，所以比较怕火焰攻击。然后我们战斗中也可以找大哥出来帮忙。如果不幸战死的话，旁边也会有玛丽卡的气石，就在我们刚刚捡到皮革套的旁边。击倒这只大红熊之后，可以获得拉鲁瓦的毛皮，这是一个头盔，装上之后能够强化熊响的祷告。那幽影雅坛西北方最后剩这个北方无名灵庙的探索，不过要去到北方无名灵庙，需要从东侧的湖一路绕出去，到老虎谷遗迹才可以探索到。那我们先从击倒大红熊的地方往南侧走，或者假如说你有解锁穆斯废墟这个传送点的话，从穆斯废墟的传送点往北侧走，这边会来到一个湖畔，这边也会有很多的线虫，不过不用花时间跟他们打，我们经过他们，在前面可以看到一个雕像，下面会有幽影树碎片，具体位置大概在这个地方。从捡到幽影树碎片的地方继续往前，前面的尸体可以捡到幽影之地如恩，在更前方这边会有一些调香师，他们下面可以捡到一个祷告远方之回复。出来之后我们会来到一片毒池，一样我们在前一部影片里面木耳之前有提到的一只吉物虫会在这个毒池里，除了吉物虫以外，这个毒池还可以捡到一个道具守墓鸟的脚环，具体位置大概在这个地方。从捡到脚环的地方，我们再继续向西走，这边会穿过一个看起来像山洞一样的地方。出这片山洞之后，会来到我们影片开头通过魔石剑有到的老虎谷遗迹的这张地图。不过这个地图其实是游戏比较后期才要完成的探索，所以我们在这边只是先去解锁传送点、解锁地图，还有完成北方无名灵庙的探索。好，从开启古遗迹下方传送点的位置，我们先往西南方地图在的位置前进。那大家标个点之后走过去应该不会太困难。中间我们还会遇到一些巨魔石像，不过击倒他们是不会有什么特殊掉落物的，所以也可以考虑绕过他们，直接往地图在的西南方前进。好，最后我们来到地图在的这个位置，从捡到地图的正对面这边会有一个灵马气流，不过这个灵马气流目前是被封印的状态，要解除它的封印也非常简单，沿着它在的这个石壁往上坡处走，可以在最南方的地方找到一个石堆，把这个石堆攻击击破之后，我们前面看到的灵魂气流封印就解除了。解除了这个灵魂气流封印之后，我们就可以跳到最高处，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到的北方无名灵庙在的位置。那这上面能探索的也只有这个灵庙。我们进到灵庙里面，里面的敌人是红熊，这个敌人打你会有出血的效果，而且它蛮能闪也蛮能打的。我自己是用轻大剑的单翼架势，接招有接上就可以连续打出蛮多伤害的。击倒它之后可以获得红熊爪以及它的一整套装备。好啦，那这部影片就完成了幽影雅坛西方跟北侧的这一些探索，包括圣战教堂、北方无名灵庙、雾谷要塞，还有这边的柳条人跟红色的大熊。下一部影片我们应该会完成幽影雅坛东南方的一些探索。
这部影片就先聊到这边，看完喜欢的话，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是大海，我们下部影片见，大家拜拜。